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曾说想35岁前结婚，刘雪怡合适吗？杨紫被称为老公的助推器，和他合作的演员，如果他们已经出名，他们肯定会大受欢迎；如果他们不为人知，那么他们势必会爆发出圈子。比如李现，在《亲爱的爱》开播之前，他只是个无名小卒。虽然在娱乐圈混了几年，一直没找到，但播出后，他成了当年的现任男友，媒体、广告遍地都是，成了大家的首选标准。成千上万的女孩，比如香蜜沉沉烬如霜播出后，凤眼帅哥邓伦一炮而红，上综艺、电影、代言，各种资源如潮水般涌来。比如肖战，当然肖战自己也很红，但是他和杨紫合作的《余生请多叫叫我》，尽管被押入服役几年，却以收视率独占鳌头各种榜单，现在已经上星4次了，虽然已经播了3-4个月，但依旧火爆。还有最近和程毅合作的《神香如粉》，收视率也很高。剧中与相爱相杀的程毅饰演的应援军的感情纠葛，让观众泪流满面。他和刘雪怡一起吃蛋糕的事实已经爆出新闻，但杨紫亲自辟谣，这纯粹是对乌龙恋感兴趣的人放错了镜头。其实，这个在娱乐圈公认的好人、演技扎实的女孩，值得一个好男人爱护她。在这个价值就是正义的社会，尤其是娱乐圈，如果你长得又美又帅，即使唱得不好，做事半途而废，跳得不好，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价值收集一波流量。这就是所谓的靠脸谋生。先天颜值不够，还得靠天赋的人，要走的路很长很长，很艰难。比如今天当红的90后花童杨紫，如果要说她的长相，她肯定和美有关，因为她没有芙蓉不如美人妆，水塘香珠绿的美，静如浇花水照，动如柔柳千峰的婉约，没有美感。女人的气质之美，不如三泉桃花、九秋菊花。她不如春天的桃花，秋天的菊花，也不如北方的美人冷。杨紫小清新脸型，小圆脸，她是邻家女孩类型，早期甚至还有些婴儿肥。然而，出自清韵致的酷美人陆雪琪却被王思聪亲手撕毁，公然称选角失败，网友公然称她长得丑，并在论坛各种污蔑她香蜜沉沉烬如霜，惊艳全网花神。同是杨紫，她是如何在废墟上绽放出令人羡慕的玫瑰？不像娱乐圈的很多明星，在财富的窝里长大。董子健妈妈是娱乐圈第一经纪人王景华，虞书欣妈妈是公司老板，魏大勋爸爸是地产老板，等等。杨紫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。1992年11月6日出生，母亲是普通工人，父亲是消防员，家庭和睦是他最大的财富。据说人应该有一个愿望，以防万一他实现。哪怕是一棵小草，也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长成天上的一棵大树。杨不知道30年后自己会是一颗耀眼的明星，但如果他从小就没有这个当明星的梦想，他会过上不一样的生活，上大学、工作，得到结婚生子。有一种人的志向就像流星划过，有一种人会成为100万年的星星。杨紫属于后者。当年《珍珠归来》热播100万人的时候，有多少孩子在家捡床单模仿剧中的剧情？杨紫也是这一波的孩子之一。年仅5岁的她，在家里一个人扮演了剧中的所有角色。虽然大多数孩子在热度消退后都会离开游戏，但杨紫刻画了她此时的志向是成为一名演员。有人说，好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好家庭是最豪华的学区房。这句话对杨紫来说一点也不假。当杨紫提出她想学习表演时，她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她的异想天开而嘲笑她，相反，他们把她的想法付诸实践，为她报名参加了少年宫的表演班，这开启了她成为演员的梦想的第一步。父母对杨紫的支持并不限于在课堂上学习。当她有空的时候，她的父亲骑着杨紫去跑剧组，为她争取拍戏的机会。因此，即使她只有5岁，也已经可以接一些小角色了。小广告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把戏，但至少杨紫的演员梦一直在拉动着前进的步伐。我不得不为杨紫的父母的努力工作点赞。一个5岁的孩子，当别人还在玩泥巴、看动画片的时候，
杨紫已经开始学习演戏、拍戏了，所以到8岁的时候，她已经积累了3年的戏龄。成功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，果然不出所料。1999年春天，一股柔和的幸运之风眷顾了这个热爱表演的女孩。她开始在剧中有了自己的名字，也是合作演员。这个起点还是挺高的。8岁的杨紫被导演严小辉看中，在《如此出山》中和刘金山老师一起扮演他的女儿。这部戏标志着杨紫的演艺之路。紧接着，好运像活动一样一波接一波。宁静和马景涛之间的那部《孝庄秘史》还被称为经典历史剧。杨紫在剧中饰演萧婉如，也和马景涛有过对手戏。越是艰苦，越是幸运。和前辈们一起工作，我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，加上个人的天赋。努力加天赋等于让命运眷顾。终于，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光辉的里程碑。在2004年的《家有儿女》中，杨紫饰演夏雪。在剧中，她是一个学校的暴君。虽然她有点自作主张，但她很善良，很有教养。杨紫的天性，凭借这个角色，杨紫一炮而红，成为知名童星，以至于以后与她合作的许多演员，如霍建华、邓超等，都开玩笑说是看她的戏长大的。随着《家有儿女2》的播出，杨紫彻底成了知名的国民闺女。按照正常的思维，大家可能会认为她以后的人生应该是一条充满星光的道路，她会直接走向花路。然而，运气似乎和她开了一个玩笑，她的星光在这个时候被乌云挡住了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杨紫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，流言蜚语和其他负能量像被打翻的潘多拉盒子一样冲了出来。明明是个知名的童星，却没有戏可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爸爸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他的人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。当《家有儿女3》送来橄榄枝时，杨紫的父亲拒绝了，理由是拍完戏随时可以拍，但中考时，人的一生只有一次，不会错过。杨紫回到教室，准备考试，然后考上了高中。我不得不佩服杨紫的父亲，在名利面前不拿女儿的学业做赌注。事实也证明，以学业换取明星的道路是一种冒险。娱乐圈的造星速度日新月异，今天的名人明天就可能陨落。只有才华和知识才是一个人无法立足的砝码。因此，从2005年到2008年，杨紫有3年时间没有拍戏。她曾经想过，自己应该远离自己喜欢的演艺工作。此外，此时的杨紫已经进入青春期。别人是女大18变，变得更漂亮，但却是反面教材。到了高中，她失去了温柔和可爱，开始发胖、长痘，变得丑陋。参加采访时，导演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不能拍这样的电影。”当她在活动中遇到其他女演员时，她会不自觉地与她们比较，甚至因为缺乏自信而拒绝了她的工作。高考前，杨洁篪几乎放弃了继续当演员的梦想，因为剧中妈妈宋丹丹的一句话。宋当时说：“你又胖又丑，不适合做演员，娱乐圈美女很多，你一点竞争力都没有。”一连串的打击如骤雨，一点一点侵蚀着杨紫的演员梦。她甚至有过退出这个行业的念头。一个人最大的魅力，就是即使身处困境，也能以一颗坚韧的心和乐观的心态书写自己的命运。她告诉自己，如果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，在演艺这条路上一路走下去，是上天的心愿。准备高考的时候，聚力集团董事长杨紫非常喜欢她演绎的夏雪这个角色，向她发出了邀请，为杨紫举办了16岁生日会，还签约了和她一起，答应好好训练她。我以为当你在人生的岔路口看到一盏为你亮起的绿灯，你顺着走就可以安全行驶，没想到这绿灯所指的方向，不是他所行驶的路口向前。这一次生日会媒体的传闻，比如杨紫主动献吻的传闻，在她年仅16岁的时候，这样的言论对于一个小少年来说，影响是深远的。不得已，他只能解除合同。毕竟，没有什么比爱你的翅膀更有价值的了。选择那条理想的，也许是荒谬的道路的勇气，最好只是跑，而不是卡在原地不反弹。不拍戏的时候，杨紫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，或许是为了心中的演员梦吧。最终，她
他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。看到录取通知书，他更加坚定了追求自己的梦想。他让我想起了杀死一只更鸟中的一句话：勇敢是当你在开始之前就知道自己会失败，但无论如何你仍然会坚持下去并坚持到底。直到进入电影学院，他才真正踏入了演艺界的大门。但他离成为明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中间还被同学调侃只适合演儿童剧，无所事事。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杨幂都接不到任何角色，最后只好接一部她真的不想演的戏，只为证明自己还是个演员。你不是一潭死水，你是一座活火山，能量超乎你的想象。每当压力太大，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不停地给自己倒鸡汤，给自己的灵魂。最后，他参演了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《幸福来敲门》，与实力派演员孙淳、姜文丽搭档。然而，这个小角色并没有让很多人记住他。2011年底的一个晚上，杨紫接到了孔笙导演的邀约，出演《长沙之战》。在剧中，杨幂饰演护士胡香香的一生，从少女到妻子再到母亲。导演称赞杨紫的演技，但红是一门玄学，而杨紫就是剧中红人，人品不红的人之一。电影《喜马拉雅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：如果你必须选择一条路，那就选择最难的一条。他选择了它，所以他很努力，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行走，日出会向你走来。最后，属于 You 的高光时刻庄严地向他走来。2018年至2019年可以说是杨紫之年，她贡献了2部爆款作品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和《亲爱的，爱你》。正如他们所说，你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。如果你说你不漂亮，那我就对你漂亮。在《香蜜》中，她挑战了花神的女儿金秋。这是一部神仙剧，以痛苦的恋情为核心内容。杨紫贡献了她的天花板级哭戏，在杀死自己心爱的曲风的位置上，杨紫的目光从震惊变成了仇恨。从不这2个字是完全不含糊的。凤凰惨叫一声，让这种可悲的虐恋变得微弱。描写有深度，被誉为哭戏课本。为了录制《火之传奇》，为了帮组长抢灯，杨紫在短短的时间内尝试了20多种哭法，大哭、克制、小声哭，完成首领的良好影响。在《白蛇传》中，她同样贡献了一个没有实际表现的典型哭戏，疯狂地捶打着不存在的障碍，哭到几近昏迷。哭戏是发挥艺人演技最有效的方式。杨紫做到了，她只是淡化了自己踏入这份工作的努力。或许除了爱，没有人能与人物达成深刻的结合。曾与杨紫合作过《安静的见证》的当红歌手、明星任贤齐对杨紫是十分尊重的。他参加工作后自负到极点，能战斗，能度过难关，我真的惊呆了。香蜜沉沉如冰，杨紫凭借综艺节目获得第24届华鼎奖最佳女演员奖。与此同时，今年杨紫在爱奇艺呐喊女神的总冠军中也名列前茅。事到如今，杨紫的时代已经到来，每一个难关都来了。杨紫曾经说过要在35岁之前结婚，现在杨紫已经跑了3个，看来还是有些紧张。至于个人感情，其实他有2个联系，2个人因为对方的不忠而匆匆结束，变成了他心中暗暗的恼火。主要心上人何鹏，何鹏和杨紫同门，学相声。他们在肖战和王一博的《陈情令》中扮演了温巢一角。2015年的一个晚上，记者拍到杨紫出现在航站楼，一个小伙子过来接她。这个年轻人就是何鹏。记者拍到2人上了车，但他们并没有匆忙离开，而是匆匆接吻。爱是令人愉快和狂暴的波浪。当你娇嫩的桨板承受不住狂浪的时候，你应该刻意远离它。生命中的爱是美妙的波浪，同时也是我们年少时不能承担的义务。那个时候，杨紫只是个替补，爱情对她来说确实不合理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男人不讲理，心上人忙于工作，心上人应该和不同的小姐姐约会。之所以这么说，与张一山在2016年11月6日杨紫生日当天发的一条微博有关。张一山微博称，不管全世界是否背叛你，我都会留在你身后，欺骗全世界。这句话的重要性似乎表明，杨紫经历了近乎家常的不忠。下一个男友是秦俊杰。在青云志的拍摄中，
两个性格逗趣的人在片场的距离非常近。杨紫认为秦俊杰是邻家魅力，秦俊杰笑眯眯地回答：“杨老师是看你的戏长大的。”2017年情人节，两人权威报道恋情，这段感情是不希望的。总而言之，杨紫的人气比秦俊杰还要高，不过情人也顾不得这个了。两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很好，就在分手的前几天，杨紫就坐在秦俊杰的腿上被枪杀，态度很好。不过，他们分家的迹象，据说杨紫在筹备电视剧的时候，所有的老哥们都发了申请，秦俊杰却没有站出来。也有网友猜测，秦俊杰和张雪迎拍摄《泡沫之夏》的时候，有可能给张雪迎送了一碗爽口汤。秦俊杰还用勺子给张雪迎唱了情歌。后来有传言说秦俊杰和袁冰妍在一起了，杨紫却说两人淡定分手。张嘉佳说：“人生有光，出门前我能做的就是给你一点启迪。”杨紫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可以和任何人相处得很好。萌探探案里，有网友称杨紫多次遭到那英欺凌，她主动发文约那英后面一起组队，轻松化解了这场不和传闻。和杨紫合作过的导演、演员都对她赞不绝口，让她收获了圈里难得的好人缘。就连最近大火的程毅，当被问需要借60万会找谁时，程毅非常肯定地回答：“第一个会找杨紫，就算是后面再加上2个0，他也会转给自己的。无论别人如何待你，都要自己珍惜自己，对得起你内心的那一抹骄傲，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，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。”愿杨紫都能成为眼里有光芒、心中有期待的人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